贺某一片赤诚，不知大人是否愿意收孩儿为明灵之子？孩儿愿天天侍奉义父左右，为义父尽孝。这刚才还拜师呢，这会儿都义父了。义父，孩儿飘零半生，孤苦无依，还望义父成全孩儿。范大人，别来无恙啊！听闻范大人适才经世，别人都是惊讶，可在下不这么认为。从见到范大人的第一眼起，我就知道范大人的才华绝非凡俗可比。你谁呀？大人，我贺宗伟啊，咱们见过。贺宗伟，有点印象。京都府衙上，你还帮郭宝坤跟我打过官司，是不是你？大人，那都是国家逼迫我的。行了行了，别跪了，我只能假意迎合，其实我心中根本就不耻啊，大人。拉起来，拉起来。行了行了啊，咱起来说，来，谢王大人。那你说你是贺宗伟，但这看着跟以前不一样啊。哎，这相由心生，如今摆脱了郭家，心性已高远，只是长得豁达了一些。照你这么说，全赖郭家，与你无关。与我无关啊，大人。我这一直想着记录郭家的恶行，就想着有朝一日报与大人，为国除奸呢。那怎么也没报啊？这不是大人的动作太快了吗？这郭攸之都入狱了，而在下也逃脱了魔窟，这一切都要感谢大人。大人就是贺某的再生父母啊！可别，你看着比我老，精神上的父母。你这是认亲来的啊？在下一生所学，都是为了献于庆国，献于陛下，献于大人。站住！参加春闱的吧？正是。找我干嘛？拜师啊！大人才华经世，又是贺某的再生父母，我等读书人就是为了忠孝节义。若贺某不来拜师，这天理难容啊！知道我是考官了是吧？绝对不是大人。大人，贺某是真的敬仰大人。大人，你是知道我的，我这个人最重礼义廉耻。若非大人换了旁人，我这说什么我也跪不下去啊！那你倒是站着说呀！我就跪着说，贺某一片赤诚，不知大人是否愿意收孩儿为明灵之子？孩儿愿天天侍奉义父左右，为义父尽孝。这刚才还拜师呢，这会儿都义父了。义父，孩儿飘零半生，孤苦无依，还望义父成全孩儿。大人，赶紧起来！大人，一处刚送过来的密报，您还记得史家镇吗？当然记得，全镇被灭口那个。现在有活口了。石产地。史家镇被烧之前，他就来进京赶考了，所以他是整个史家镇唯一留下来的活口。昨天到了京都，看规矩呢，学子入住客栈需要核实身份。邓祖爷得着信儿，立刻就递过来。唯一的活口。史家镇唯一的活口，还来到了京都。人住在京都客栈。殿下，我去一趟。你去干嘛？杀个学子，探囊取物一番。杀学子干嘛？不灭口吗？我跟你说过了，史家镇那把火不是我放的。可这终究是史家镇活口，范闲还盯着您当年跟北齐往来的事儿。那更不能杀了。你都知道了，监察院能不知道吗？就让他去查。其实我也想知道那把火到底是谁放的。史家镇那把火不是我放的，
可这终究是石家镇活口，范闲还盯着您当年跟北齐往来的事儿。那更不能杀了。你都知道了，监察院能不知道吗？就让他去查。其实我也想知道那把火到底是谁放的。人在哪儿？同福客栈，医术啊，已经悄悄地把那儿给围了，以防别人暗中动手。邓子越做事还是仔细。等会儿，什么客栈？同福客栈呢？掌柜的贵姓啊？同福客栈，姓童吧？男的还是女的？男的吧？大人要想要个女的，我也可以给您想办法弄。边儿去，我什么都不想要。你可以走了。义父，闭嘴！读书人该有风骨。孩儿我趋炎附势，蝇营狗苟。贺宗纬，今日我不打你出去，就已经算是心软了。读书人不能做狗，也不该做狗。孩儿是真的敬仰你。滚！哎，孩儿先行告退。这是来投教您呢。我还是要脸的，这样的人我可不敢收。但愿天下读书人，不都是这般货色？这般货色呀，也是少见的。少年人总是昂扬的多。但愿吧。老王，咱们一会儿去一趟同福客栈，啊，见一见那位唯一的活口。史家镇上上下下无数冤魂，能否沉冤得雪，就看他了。读书人不能做狗，也不该做狗。话倒是好说，可人难做。酸辣，好喝的酸辣。留步。改日再聚。改日再续。小心。范公子来了，借一步说话。大人，石产力住这？正是，住的4人间，同屋还有3位考生，这是姓名。杨万里、程嘉林、侯继常，家事正在核查，很快就会有结果。还有大人，这是石产力入住客栈以来一言一行的详尽记录，请过目。这都查了，未雨绸缪嘛，万一大人用得上。还喝酒了？与3位考生相谈甚欢，喝了几杯，酒量倒是一般。这会儿人不在客栈？是，人正在考院，离考试还有那么多天，这会儿去考院做什么？在砌墙。砌墙？不用点心啊！来，轻拿轻放。慢点，好嘞。后边行，别碰坏了啊！慢点啊！大人请看，这些都是参加今年春闱的考生。那边过来2个。他们这干嘛呢？帮礼部翻修考院。翻修考院？那不是工匠的活吗？怎么让学子干？是。礼部尚书郭征郭大人提议的，说是学子众多，家境不好，京都物价甚高，贫寒学子活得艰难。所以说这工钱与其让工匠赚，不如让学子赚。正是，自愿参加，既可以提前感受考院的堂皇气象，又可以挣些银两维持生计。那这么看来，这位尚书还蛮体恤民情的。大人，那位就是郭尚书。这郭大人还亲力亲为啊！他怎么一动都不动啊？卡那儿了。
确实啊，专修考院既是公也是德，虽然是要破相留念，朝中某些大人确实有此雅趣，有点意思。那大人，咱回忆书，咱也画一个。石场丽呢？哦，那就是石场丽。他这也是画像呢？这没看着有画师啊。部位倒是不严。部位自然护的是尚书大人，没人在乎这些学子。里边再过来2个人。贺宗纬，想不想入官场啊？若能出人头地，你可愿以身犯险啊？敢问阁下是？大家都小心点啊！好，李兄，阁下是？史兄把我忘了，咱们见过的呀。咱们见过吗？史兄是不是住在同福客栈？那倒是4人同住，没错。家在边境，史家镇。你怎么都知道啊？你跟我说的呀。我跟你说过啊，那天醉酒，咱们聊过几句。啊。那晚有兄台吗？在茅房的时候。啊，那晚我喝多了，没记事儿。史兄这是手头拮据啊，确实不太富裕，同病相怜啊。侯继承，兄台是姓甚名？史兄啊，这位是史兄朋友啊，都住在同福客栈，之前见过一面。史兄，也不介绍一下？这位是我同屋的侯兄，侯继承。侯兄好，在下姓范。范兄好，同住一家客栈便是缘分。我是不是打扰到二位谈兴了？哦，那倒没有。就是刚才看见史兄一直握着手里的青砖在那发呆，不知为何。我也看见了。史兄啊，我来之前是怎么跟你交代的？大老远就看着你坐在那儿盯着2块砖一动不动。郭尚书就在那儿看着，就算是累了，也要装出辛劳的模样才好啊。我倒是不累，就是砖啊很奇怪。啊？砖怎么奇怪了？你看啊，这个是拆下来的旧砖，这一片是要换上的新砖。所以呢，新砖，旧砖，听出来吗？这旧砖听着像敲铁。铁，这是上好的金砖，金砖的价格极为昂贵，而这要换上去的新砖，都是非常普通的砖块。哎，还有你们看，这拆下来的柱子，这可都是金丝楠的呀。你再看这要换上去的柱子，啊，这叫什么？这就是木头，太普通了，极为普通。所以我就不明白了，这礼部翻新考院，为何换上去的反而更差呢？史兄如何懂得这些？啊，我家乡都有行商，这些我都亲眼见过，绝看不走眼。师兄，此话切不可再讲。为何呀？考院翻修是由郭尚书亲自建立。那就更该告知郭尚书，免得他被人骗了。此事与你我无关，最好视而不见。可是，相信我。你们2个，哎，为何视而不见？以次充好，说没有贪官作祟。我等读书之人，明德之理，怎可视若无睹？小声些。别见怪了，他俩老这样。你堵得住我的嘴，你堵不住天下这妖无辜。算我求你了，听我把话说完。大兄，喝水，多谢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泉州杨万里，
在家乡颇有名望，乡试名列前茅。我等4人啊，杨兄才学最高。杨兄，幸会。幸会。我这就去。你少读些书吧。就算是告发，我们的话谁会听啊？听说小范大人现在你认识小范大人吗？我可以认识。郭尚书认识小范大人吗？那是自然。你们2人谁和小范大人熟络？郭尚书。人家2人共同掌理春闱，要是早有往来，又当如何？我明白你意思了。你的意思是，小范大人和郭尚书沆瀣一气，狼狈为奸。我可没有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忍了，莫再提这件事。如果这都能忍，那读书何用啊？就算要管，也不是现在。那是何时？杨兄，我问你啊，我们来京都是为了什么？做官。那我们来考院做工是为了什么？也是做官。那你现在做官了吗？没有。要管闲事，就认到我们也是官。读书人何至于此？因为都是这般。告辞。哎，杨兄，杨兄，明明是个书生，跟个莽夫似的。哎，老兄，你刚才说这来这做工也是为了做官，何意啊？啊，没有，生活拮据，赚些吃饭钱罢了。除了钱财，侯兄在来之前还交代过我们这其中的关键。师兄，无妨，师兄都是学子，是懂得分享。侯兄说了，咱们来做工不仅仅是赚钱，也是为了露脸。露脸？咱们这些来做工的学子都会在册上留下姓名。郭尚书本人就在现场，咱们最好能让郭尚书记住咱们的名字。记住名字？范兄，你看，这么多考试的学子，若能被记住名字，就等于留下了印象。到时候看我们的考卷，说不定就能多看一眼。还是侯兄想的长远。如若不然，我们这些人哪有机会上榜啊？春闱考的不是才学吗？才学没有用，我们身份低微。这跟身份有何关系？范兄有所不知啊，每年春闱有多少学子？怕是成千上万吧。可是每科取的人就只有那些。街巷满是传言，朝中大员挑几个，宫中定几个，太学再选几个，然后再选些名士，剩下的还有多少可选的？这还没考呢就选人了。那些有钱有背景的，先拜山边，一睹头效，将来都是同僚，那些大人物自然要提拔自家门生。那有什么用啊？到了考场上，不还是拼才学吗？有人关照，胜过文思泉涌。依你所言，这科举春闱，不就是给朝中的高官挑狗吗？杨兄慎言呐，小心身家性命啊！范兄也是啊，听我就好，别惹祸上身。考前内定，考场如过场，这不就是舞弊吗？本来就是。小声些。可我也在想，若真如此，为何无人告发呀？告谁啊？那堂上的不也是官吗？那公平在哪里？什么东西？公平啊！哪有这种东西？若没了公平，这春闱不就是场笑话？也许等我们金榜题名，就能改变这一切了吧？程嘉林呢？啊，问萧史料呢？我叮嘱过他了，不要乱说话。这想想啊，是真没意思。干活去了。师兄，谨言慎行。范兄，
帮个忙呀？侯队长，哎，这也太厉害了，一个人搬了这么多趟，应该的，应该的，辛苦了。你要不歇会儿？一上午看你没喝水了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好，应该的啊。不用吗？我再帮你多搬几趟。走。好了，哎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要不要？不用了，够了。哎，樊兄，来，啊，吃个饼，哎，你自己吃啊。那行，改天请你喝酒。好嘞，多谢啊。哎。小范大人，郭尚书认得我。朝堂之上见过小范大人的英姿。那个，这次春闱，郭尚书才是主官，可别喊我大人。小范大人前途无量，他日必将一飞冲天啊！小范大人怎么来考院了？路过，也想见见郭尚书。郭某也早想结识小范大人。快走！哎，不必辛苦。顾尚书，我就问你一句，请讲。这考院翻修，石料砖块以次充好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也不是太次，也都经久耐用。这么说，郭尚书都知情。要说不知道，岂不是让人笑话？这翻修考院，户部可拨了银子。那肯定的，户部不拨银子，谁敢动工啊？经郭尚书这么经久耐用一番，还能剩下多少？应该还有些结余。那些拆下来的金砖和金丝楠也都不便宜。拆下来的砖木都在礼部的库房，结余的银两也都记在账册。郭某知道小范大人有凌云之志，立志要惩贪除奸，郭某是赞不绝口，绝不可能明知故犯。这次重修考院，没有1000银子进到郭某的口袋，郭某问心无愧。小范大人如若不信，便可细查，咱们礼部配合到底。钱在账册，都在，砖木在库房，绝无缺失。那我就不明白了，郭尚书这么做，图什么呀？郭某既然身为礼部尚书，自然不能尸位素餐。咱们为官之人就应该多做一些实事。懂了，这翻修就是实事，实事就是政绩。政绩，这词儿用的巧妙啊，以前都没听说过。政绩，还给自己画了画。哦，证明郭某做过此事，以后也好有个纪念。那省下的那些银子呢？礼部人也不少，拖家带口的都不容易。逢年过节买些酒，买些肉也是应该的。您说呢？库房里的砖木呢？咱们为官清正，各家府里多多少少都有些破败，也要整修整修。用库房的砖木，绝都合规矩的，绝不违律法，都在规矩内。那肯定都在。郭尚书为官多年，对这朝堂的规矩吃的是真透。为官清正，那也得活命不是？就不怕这些学子知道了？他们知道有什么用？万一将来谁金榜题名了，参你一本，也是个麻烦。小范大人，刚才都说了，全都合乎规矩。再说了，外面这些人也不可能登榜吧？什么意思？这次出梅啊，在这个名册上的，都将会沦为废稿。为何？这些学子心思狡诈，他们为什么来这里做工？无非不就是想在我面前留下点印象？这种投机取巧的学子，岂能录用啊？
只是想想也不行。读书人啊，最重要的就是品性高洁。正像郭某，绝不能容忍这些蝇营狗苟。若非门外的学子有大人的门客，只是想给这些学子留条活路。小范大人品性最重要。就像我，无条件的相信小范大人的品性。您想做什么，我没意见，按你的来。侯继长啊，你可真能干呀！是啊，侯继长，你也太卖力了吧！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怎么那么厉害呀，侯继长？这来来回回好几千趟了吧？真厉害呀，侯继长！侯继长，来欢迎面来！侯继长，侯继长。明亮天光，辟邪树基，载臣之任。张善任有道，积浊营情乎善。君子之道，造端乎夫妇，急其志也，达乎天地。哎呀，这些学子们啊，到了京都租房就不便宜，这家境贫寒的，就得想点赚钱的法子。人是真不少啊。那是啊，天下读书的种子，这会儿都在咱京都了。这菜真新鲜啊！快来看，还有这岁数来考的，这肯定是考了好几回的。每一次都抱着希望来。大浪淘沙嘛，总有那不能如愿的。对于他们来说，春闱是什么？那是国之恩典啊。还有呢？这就是大人所说的改变他们命运的机会。是啊，多年寒窗埋头苦读，为的就是这么一次机会，一个本来应该公平的机会。素富贵，行乎富贵；素贫贱，行乎贫贱；素夷狄，春闱舞弊，你听说过吗？哥们，够肥的，这监察院的吧？这一看就不是跑远道的。我就没拿东西，要不然我就别跟我打岔，我就随便问问。在上位，你随便说说。下，在下位学上，正己而不求于人。那我就随便说说。则无怨。这春闱之前呀，很多学子那都已经登门拜师、卖身投效了。这些人考都没考，就把前程定了。考场不过就是走个过场。来百公矣，柔远人也，怀诸侯也。修身则道立，贤你看这一段，跟书上一样。还有这一段。那他们呢？他们呀，哎呀，没这个命。这些事儿，监察院不知道吗？多少也知道些。不是监察百官吗？这都不查。能收门生的，那都是真正的大人，不好查。有些人他根本就不敢查。这多少年不成文的规矩了，大家也都习惯了。可对于他们来说，一生就这么一次机会。也有些名额是留给考场的。
嗯。那叫什么客栈来着？同福。范闲去了？去过了，人没在，又去了考院，找那个什么史产力，见过了。不过好像没怎么聊。咱们的人远远看着，说史产力神情不见悲痛，这史家镇全灭的消息，他应该还不知道。什么都没告诉他，那去干什么呀？是啊，白跑一趟。也不知道这范闲到底在想什么。大人，想什么呢？其实也没想什么，没几天就是春闱了。这个时候知道家乡没了，史产力还怎么考啊？等等吧。一处也守着呢，等他安心考完，再看看该怎么办。大人，真的是不一样啊！又哪儿不一样了？这要换做其他大人呐，谁会在乎这些？总得把人当人吧。到家了吗？您快下来看看吧。就是敬仰小范大人啊，一点小意思啊，收下收下啊。那不是辛清物吗？没错，好几位看着都眼熟，朝堂上见过，这会儿都穿着便服了。穿官服那不是不好看吗？我那点心意啊，都在里边写明白了啊！告辞，告辞。小范大人不收礼，不收礼，真的没有，没有，拿回去吧。哎，让，真受不了，真受不了！别过来！我们都是下人的。放这儿了啊！拿个软胶啊！这都是为了春闱啊！嘿，可不是吗？走吧，绕后面。殿下，这不对呀，这范府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谁让咱们是从后门进来的呀？那也不能人尽全无啊！没人说明什么呀？说明范府遭遇变故，说明我们没来过。这范闲的院子在哪儿啊？要不搜一搜？哎，哎呦！放这儿吧。原路返回，府外等我。嘿嘿，哎呦，这转起来了。老爷，太子登门，
你怎么把下人都给撤了？后门来的。前门后门来的不都是太子吗？你把人撤了也就算了，你也不去见一见？不是找我的，不方便见。官场浮沉，哪个字最重要？哪个字啊？稳。且扫门前雪，休管他人霜。与己无关之事，少掺和最好。哦。老爷。那太子亲自登门寻范闲，为了何事啊？还能有什么事？春闱将至，打招呼来了。那为什么走后门呢？自己好好琢磨。你跟我。太子这是专程拆家来了。大兄，对不住啊，刚才这东西他不转了，我寻思帮他一下，结果可能帮猛了。那什么，不行，我多少钱我赔给你吧。说笑了，殿下还是先上岸吧。好。太子什么事儿亲自登门啊？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呀？我都可以。我是来劝架的。我跟谁打了？你跟二哥斗成那样了，禁足半年。作为亲兄弟，我心里能舒服吗？不得来劝解一二啊！这是假话。还能再假吗？那真话呢？真话呀！哎，来了！有人喊他吗？心诚则灵。真话。你让二哥不痛快，我心里很是痛快，所以啊，亲自跑来给你送礼来了。殿下这是真不拿我当外人。你跟二哥作对，咱肯定就不是外人。不过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啊？金银首饰、名贵药材，我就都备了一些。多谢太子，我都喜欢。洒脱。哎呀，太子殿下不是专门来送礼的吧？主要是送礼。主要啊，还有一点小事。有多小？几个小小的名字。那春闱使胡明、超路是由你监督的吧？到时候这几个名字帮我扫一眼。殿下是想要我做什么？什么都不用做呀，抄录的时候什么都不用做就足够了。也没什么别的事儿了，我先走了啊。本来啊，这都是我下边人过来送的，后来我一想，咱是自己人，我也想你了，就亲自过来了，也显得用心。殿下真是用心了。哎，史家镇有活口啊，这都听说了。这事儿跟二哥走私有关系，我自然惦记在心里。后来怎么样了？那人是个考生，暂时没说，想等着先让他考完。按你说的办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莫送，我能找出去，反着箭头走就好了嘛。大人，林相府遣人捎信儿，
请您挪步登门。相爷，您瞧瞧这个可以吧？可以。师伯，不必拘礼。来，你帮我看看。啊，哎呀，这最近胡子白的有点多啊。是有些。啊，哎，要不你帮我拔几根？我拔？啊，自己不好动手的，疼啊。来，再拔，再拔，拔。不拔了。师伯，也不至于这么疼。哎呦，我是吃不了苦的，我更怕疼啊。怕疼剪了不就完了吗？哎呀，剪了还长，拔了治本啊。哎，今天就拔到这儿吧。啊，相爷，此人身世清白。可以。范闲，你看我这胡子还算齐整吧？精致。这做官啊，跟做人一样，细节处要留心。最要紧的是不露破绽。师伯，这是要干什么？大宝爱吃红果，给他挑点好的。大宝吃起来嘴急，我怕里边的核啊硌着他。小范大人，下人做这个，相爷啊总是信不过呀。太子找你了？传得这么快？给你送名单。是。他说胡明抄录的时候，我什么都不用做。确实不用你做，有别人动手，你只当没看见。没看见什么？还能做什么？能选定的人，金榜题名。胡明抄录的时候，就把人选出来。选中的人，必定上榜。那要是文章不好呢，就没有人质疑吗？总会有办法的。所以你这个位子极为关键。你可知道，各部百官、皇亲国戚，有多少名单要送到你手上？知道啊。这些天啊，都是来送礼的，没一个留名字，每个礼盒后面都带着纸条。那些都不入流，有分量的都在这儿呢。怎么在您这儿？我拦下了。
让袁先生帮你筛选了一道，名字精简了不少，你记住这些就够了。不是春闱吗？就不能各凭本事吗？这不仅仅是名字，更是人情世故。不是春闱吗？就不能各凭本事吗？这不仅仅是名字，更是人情世故。范闲啊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会做学问，更要会做人。慢慢就习惯了。见过郭征了？师伯这都知道。郭征原本是御史大夫，郭攸之入狱以后，暂领礼部尚书一职，春闱科举诸般竞技，你得多问问他。我跟郭征是见过一面，只是不怎么谈得来。师伯，郭征主导翻修考院一事不合规矩，毕竟多年为官，都磨透了。怎么让规矩保护自己，你将来也得学学。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，狠心。过了春闱这一关，你未来仕途不可限量。太子去见他了，坐着。是。之后，范闲又去了林相府上，上赶着打招呼啊。殿下，咱们这儿也好几个呢，要不然也送一份。今年不了，这可都是对您效忠的学子啊。今年凭运气，这坑都挖好了，咱们可不能自个儿往里跳。哎，你说，今年春闱，范闲会按照往年的规矩行事吗？多年的约定俗成，谁还能坏了规矩啊？他不一样，别人习惯的呀，他未必习惯。老王，在呢。刚听说春闱舞弊这事儿的时候，我还真动了心思，要把陈科击毙一扫而空，还天下学子一个清白公正。大人是忧国忧民呐。可才这么一会儿，太子和林相就把名单递到我手上了。我能怎么办呢？要跟老二斗，离不开太子的支持。林相就更不用说了，春闱之后和婉儿成婚，这就是一家人。他们给的我不想接，但不能不接。大人是情非得已呀。你知道林相跟我说什么吗？说什么了？他说所有人都习惯了，要我忍一忍。
我若是忍了，将来也就习惯了。所有人都习以为常，我又何必去当什么出头鸟？我此刻出了头，那就是满朝皆敌，刀剑如雨。要不我就忍了。大人前途无量啊！凭什么所有的祸都要我来闯？凭什么我就得面对众叛亲离、人间如玉？老王，我就是个普通人，我没那么特别，我也没那么勇敢，我也没那么正义。大人问心无愧啊！本来就问心无愧，我本来就问心无愧，犯错的又不是我。大人，没有人与您争执啊！大人，弑父为能力。石产利几人并无异常，您知道吗？我就是看看。大人自己去。是思之，明辨之，行之，有福学，学之弗能，不错也；有福问，问之弗知，不错也。来，实在，吃完再看。起来，来。福思，思之福德，不错也；有福辩。杨兄，多喝点。你是范兄？是。杨公子不上桌，这是自家带的，不好意思占店家位子。这是借书下饭吗？怎么不在屋里读书啊？范兄，这屋内烛火是要收钱的，这儿不用。杨兄有些拮据。范兄说话太委婉了，就是穷。在上位，小二，哎，来份烧鸡，来盘牛肉，来壶酒。客官您不上桌吗？上什么桌啊？就这儿挺好。哎，好。范兄，你这是？哦，相识就是缘分，咱俩喝一杯。这怎么好意思啊？你将来回请我就是了。哎，不必如此。一饭之恩，当谢了。哎，二位客官，那有啊。哎，客官，您的菜齐了，慢用啊。范兄见笑了，这太久没吃肉，实在是忍不住。很常有的事儿。那我自便。之前在考院听杨兄说，你想做官。我们来京都是为了什么？做官。那我们来考院做工是为了什么？也是做官。想，做梦都想。是为了录取功名，光宗耀祖？不是，因为我忍不住。范兄，这科举不公，百官舞弊，外面恶殍遍野，这边是朝堂党争，这天下谁人不知？可是呢，还是一片寂静。这侯兄让我忍，可我想，如果这世间不公我也能忍，这圣贤书不就成了废纸一堆？所以范兄，这世上总要有人赚个头破血流。你看，如果我要是金榜题名，
这血是不是溅得高些？这声响是不是大些？这听到的人是不是多些？我想做官，是因为我不想认。杨兄这做官的愿景，可是条死路。死路一条。可是万兄，有这人读书读傻了，认死理儿。见笑啊！杨兄，老邓辛苦啊！这2天接着盯客栈，严重了，严重了，职责所在。走，咱们走，回府啊，去监察院。这会儿咱去监察院呢？又想看碑文了？我说什么？想记住谁说？我又听见了。不是，这叫什么？这就叫思虑洞达啊，志如渊海。哎，大人真神人也！走了。思君令人老，岁月忽已晚。弃捐勿复道，努力加餐饭。胡明超路是由你来监督吧？到时候这几个名字帮我扫一眼。这不仅仅是名字，更是人情世故，在这个名册上，都将会沦为废稿。如果我要是金榜题名，这血是不是溅得高些？这声响是不是大些？这听到的人是不是多些？其实我也知道，我根本就上不了榜，该分的都分完了，哪还有我们的份儿啊？不过我一穷书生，我还能怎样？而且你看啊。千里万里奔赴京都，春闱对于他们来说，不光是一次考试，兄台，你看，更像是一种希望。我最喜欢这几句啊！让开，都光了。舍不得烛光钱，但还是想有光。谢谢。我娘她活着的时候，想要彻底改变这个世界。不光是改变世界，你娘还说要改变的还有人心。那个时候，她就像一颗耀眼的流星，又像是熊熊燃烧的火焰，让庆国人看到了不一样的光。可她还是死了。但是那道光留下了痕迹，许多人都因为它而改变了。我有时候常常想，
以我娘的本事，她当年选择换一条路，也会活得很好。可她还是燃烧一切，留下碑文。可如今，已经没多少人记得了。你说她后悔吗？绝不后悔。直到生命最后一刻。生命的最后一刻我没有见到，但是我相信叶青梅绝不后悔。她不怕吗？她只怕自己的光燃烧的不够强烈。唉，没想到啊，有一天我会当闯火的人。我想闯个祸。好啊，去吧，闯多大的祸我来接着。总不能什么锅都让你背。什么锅？我还有一个更好的挡箭牌。还有人比我能挡箭？那是天下第一挡箭牌。